上一次就同大家分享咗我嚟土耳其定居嘅故事，當中呢就提到土耳其嘅入籍門檻低，所以今次呢就會介紹兩種比較可行同埋大路嘅移民方法。第一呢，就係為人熟悉嘅投資移民，咁本身其實喺土耳其買滿100萬美金嘅房地產呢，就可以攞到公民身份同埋護照㗎喇。而喺2018年嘅9月18號呢，土耳其議會呢就將投資房地產嘅金額呢由100萬美金呢大幅降到去25萬美金，即係大概195萬嘅港紙。咁但係條件呢，就係需要3年裏邊唔可以賣出去。除咗投資房地產之外啦，咁都可以透過喺當地銀行存款、買固定資產、政府債券或者喺股票市場投資滿50萬美金，咁時間都係3年嘅，咁都可以符合投資移民嘅條件。當然，個人認為買樓係最划算。作為一個香港人呢，都會覺得買磚頭係比較穩陣嘅，而且投資嘅金額係少一半。土耳其物業呢係享有永久產權，樓價又低。上次呢就同大家提到呢，我只係用咗34萬嘅港幣呢，就買到一個唔錯嘅單位。呢度租金回報率都有6至7厘，就算唔係為咗移民呢，作為一個長線嘅投資，其實都係唔錯嘅。而呢一個選擇呢，仲有一個優點嘅，就係25萬美金呢係獨一個總投資額。換句説話嚟講呢，你可以分開買幾層樓，一間自住，其餘嘅就用嚟收租，咁就可以維持到你喺土耳其嘅生活。如果你嘅資金充足又想零風險呢，其實喺銀行存款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選擇，因為呢度做定期呢都有6厘。我舊年嚟嗰陣呢，甚至乎有20厘添。雖然而家降翻一個正常嘅利率，但係呢都比喺香港存款好好多。土耳其投資移民呢，除咗門檻低之外呢，申請嘅程序都好簡單，方便快捷。只要符合條件呢，其實就可以一步到位，直接攞到土耳其嘅護照。之前申請時間呢都需要3至6個月，但係因為多咗好多人對土耳其入籍項目有興趣啦，所以政府呢就設立咗一個專屬嘅部門去處理呢類型嘅申請。聽聞呢而家大概40日就可以完成所有程序。而呢個計劃呢對申請人嘅要求呢都相當寬鬆嘅，冇任何學歷同埋語言嘅要求，亦都冇移民監，而且你可以連同配偶同埋18歲以下嘅仔女一齊申請嘅。當然唔係所有香港人都有200萬港紙啦，尤其係年青嘅一代。咁冇嘅其實都唔使灰心嘅，因為呢都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入籍土耳其。其實只要喺土耳其連續居住滿5年呢，咁就可以申請入籍。如果係工作關係呢，當然公司就會幫你搞工作簽證啦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順喺度居住同埋工作。否則呢，就可以好似我咁喺呢度搞居住證。基本上呢，辦理居住證呢就冇明文要求嘅，人人都可以申請。咁但係呢，就未必會批。如果你喺土耳其持有物業嘅話呢，不論金額大細，咁其實移民局呢都唔會去刁難你，好爽快呢就會批出呢個居住證。咁但係通過呢一個方法入籍呢，就會多啲限制嘅。例如持有居住證呢係唔可以喺度工作嘅，咁但係做生意就冇問題。而且5年裏邊呢係唔可以離開超過半年嘅時間。而5年後申請入籍嘅時候呢，雖然都冇語言嘅測試，但係呢，其實佢哋係要求呢你有能力可以用土耳其做一啲基本嘅溝通，確保呢你可以融入呢一個國家。以上就講咗兩種唔同嘅移民方法啦，咁佢哋其實都各有利弊嘅，你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，再按個人嘅情況同埋能力呢去作出選擇。今次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呢就會同大家分享移民土耳其嘅好處，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，拜拜。